病从口入，很多人每日无肉不欢，猪肉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。然而您可曾想过，猪身上有几个部位仿佛隐形的毒药集中营，吃下肚可能比砒霜还要伤身，有些甚至国内早已明令禁止贩售，但至今仍有人蒙在鼓里天天食用，难怪三高和癌症找上门，再不戒掉就真的危险了。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猪身上最毒的6个部位，看看它们为何这么毒，又如何悄悄伤害着您的健康。首先，第6种毒部位，也就是猪的脑部。许多人迷信以形补形，以为吃猪脑可以补脑，增强记忆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猪脑对人体最大的补只有一样，胆固醇。猪脑含有极其惊人的胆固醇，被称为胆固醇炸弹，一点也不夸张。据检测，每100公克猪脑中胆固醇含量高达2500毫克以上，远远超过大多数食物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一般成人建议每日胆固醇摄入不超过300毫克，也就是说吃上区区2-3口猪脑就等于胆固醇爆表，一下子超标好几倍。如果把一整颗猪脑煮汤或烤着吃，那更是一次性吞下10倍以上日常上限的胆固醇。试想体内血管要承受多少油脂冲击，这些过量的胆固醇会在血管壁沉积，形成粥样硬化斑块，时间一长，血管变窄变硬，血压蹭蹭往上飙。许多年长者特别爱用猪脑炖汤给孩子补身，却不知道一碗下肚，孩子体内血脂含量可能瞬间飙升。有医生戏称猪脑是脑中风料理，经常食用脑血管栓塞，中风风险大增。不仅如此，猪脑还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，热量不低，长期过量食用容易诱发肥胖，进一步带来高血脂、高血糖等代谢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猪脂本身带有一些神经系统病毒或寄生虫囊虫，猪脑组织中可能潜藏这些病原体。正常烹煮虽可杀死大部分病菌，但万一加热不透，食用猪脑就形同直接把猪的病毒吃进体内。曾有报道指出，屠宰生猪时处理猪脑的工人若防护不足，可能感染猪链球菌，导致严重脑膜炎。虽然烹调能降低这类风险，但对食客而言，每一口猪脑背后都潜伏着高胆固醇与潜在病原的双重阴影。看似滋补的大脑，实则在无声无息中危及我们自己宝贵的大脑和心血管健康。接下来，第5种毒部位，猪肝。猪肝一直被视为营养丰富的食材，许多人认为猪肝补血养颜，富含铁质和维生素 A， 还常被推荐给孕妇和贫血者。然而您可能不知道，猪肝也是猪体内的毒素仓库之一。肝脏是解毒代谢器官，猪吃进饲料中的有害物质、大量药物残留，甚至环境中的重金属，都可能在肝脏中累积。特别是一些小型养殖场喂饲低劣饲料、含铅、镉等重金属超标，猪肝往往首当其冲。早在2003年，国内就有医学团队调查市场售卖的猪肝样品，发现其中重金属含量惊人，每公斤猪肝平均含有约 0.7 毫克的铅， 0.15 毫克的镉，双双超出国家食品安全标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铅和镉都是公认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，长期摄入会在体内蓄积，引发慢性中毒。铅中毒会损害神经系统和造血机能，造成贫血、高血压、肾功能受损，甚至影响儿童智力发育。镉则专门伤害肾脏和骨骼，还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致癌物质。换句话说，经常吃含重金属超标的猪肝，相当于慢慢给自己下毒，日积月累，后果非常可怕。此外，猪肝中往往还残留着猪生前用过的药物和化学物质。现代养殖为了防病、促生长，常给猪打抗生素、荷尔蒙等药剂，这些东西大部分要靠肝脏分解，但可能来不及完全代谢就积存其中。有人将猪肝比喻为药品仓库，尤其是那些生长激素、抗寄生虫药，很可能残留在猪肝里。我们人类吃下去，轻则摄入抗生素造成菌群失调或耐药性风险，重则干扰内分泌，对肝肾造成额外负担。更不容忽视的是，猪肝本身也是一种高脂、高胆固醇的食材，每100公克猪肝约含300毫克胆固醇，虽不及猪脑那样夸张，
却也属于胆固醇偏高的食品。如果三餐不忌频繁食用猪肝，血脂升高，动脉硬化的风险依然显著增加。很多人喜欢用爆炒方式烹调猪肝，但为了口感，往往炒得比较生嫩，这又埋下食源性疾病的隐患。您知道吗？猪肝中可能带有猪的肝炎病毒和寄生虫卵，特别是猪型肝炎异病毒，常存在于猪肝中。人若是吃了未全熟的猪肝，就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，引发急性肝炎。曾有病例报道，孕妇吃了半生不熟的猪肝，导致重症肝炎，危及生命，就是肝炎异型病毒在作祟。因此，在餐馆点猪肝汤、猪肝面时，一定要确保煮透、煮熟，不可贪图软嫩而牺牲安全。营养师指出，健康成人每周食用猪肝最好不超过100公克，否则不但重金属可能超标，维生素 A 过量也会引起中毒症状。是的，猪肝富含维生素 A， 本是好事，但过犹不及。长期过量摄入维 A 会导致食欲不振、掉发、肝功能受损，甚至骨质疏松等问题。综上所述，猪肝虽营养丰富，却隐藏诸多风险。一边是铁质和蛋白质，另一边是重金属和胆固醇。在健康天平上，猪肝往往弊大于利。适量尝鲜可以，但绝不可迷信，吃啥补啥，天天大补猪肝，否则补品就会变成毒品，伤肝又伤身。第四种毒部位，猪腰子，也就是猪肾脏。民间一直流传吃猪腰能壮阳补肾，不少人拿猪腰泡酒进补，或者煲汤给家中长辈增强体力。然而，从现代医学看来，猪腰子恐怕是猪身上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地方之一，甚至毒过猪肝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前面我们提到，猪肝分解的毒物会经由代谢排出体外，而执行这个排出任务的关键器官正是肾脏。猪在生长过程中摄入的有害物质，无论是重金属、农药还是药物残留，大多经肝脏转化后，最后都要透过肾脏和膀胱排泄出去。因此，猪肾就成了毒素中转站。那些本该排出的毒，如果猪本身肾功能不佳，或毒物超出代谢能力，就可能残留在肾脏组织中。不仅如此，一些重金属更倾向于积蓄在肾脏。以镉为例，长期摄入低剂量镉会大量沉积于肾皮质，导致肾小管功能受损。一旦人类吃了这些含镉超标的猪肾，就等于直接把肾毒吃进自己的肾，久而久之引发肾衰竭、骨骼软化，甚至诱发癌症。除了重金属外，猪生前打过的抗生素、使用的瘦肉精等药物也常常集中在肾上。2011年震惊全国的瘦肉精事件中，问题猪只往往外观难辨，但它们的肝、肺、肾内残留大量瘦肉精。而瘦肉精中毒首先伤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脏和肾脏。医生发现，瘦肉精更容易残留在猪的内脏，人吃了掺有瘦肉精的猪腰，很快就会出现心悸、手抖、血压飙高等中毒反应。就在2002年3月，江苏苏州就曾发生20多名市民吃猪腰、猪肝后集体中毒入院的事件，症状都是四肢颤抖、心跳加速、恶心呕吐。所幸及时治疗，没有造成死亡。这些患者吃下的猪内脏被检出高含量瘦肉精，正是透过肾脏累积并作怪。由此可见，猪腰可能暗藏着看不见、尝不出的化学风险，比我们想象中可怕得多。即使撇开化学残留，猪腰本身也不是一种清洁的食材。处理猪腰时，人们常发现有股强烈的腥臊味，那正是尿液和代谢废物的痕迹。猪肾的泌尿小管里残留的尿素等物质，若清洗不干净，烹调时散发出的异味令人难以忍受。许多人用繁复的方法来处理猪腰，剖开、去臊腺、反复冲泡、姜葱焯水，试图将骚味降到最低。然而再怎么处理，也无法改变猪腰作为排泄器官所蕴含的代谢废料。正因如此，一些注重食补的人士现在反而敬而远之，想补肾还是通过药膳和植物滋补更为安全，没必要非吃猪腰子不可。更何况，猪腰的营养价值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突出，蛋白质含量平平，反倒含有不低的胆固醇和嘌呤。每100公克猪肾胆固醇约260毫克，属中等偏高水平，嘌呤含量也很高，
属于痛风患者的大忌食品。很多中老年人本想靠吃腰子补身子，结果补出高尿酸血症和肾结石，实在得不偿失。总而言之，猪肾脏这个表面看来不起眼的部位，其实可能是猪体内毒性最大的角落之一。爱惜健康的您，真该慎重考虑要不要再拿它当作日常进补佳品了。第三种毒部位，猪肺。古语有云，吃啥补啥。不少人认为猪肺可以润肺止咳，民间还流传着猪肺汤治气管炎的偏方，在很多粤菜老火汤谱里，猪肺汤更是常客。然而，从现代食品卫生角度看，猪肺却可能是猪身上最肮脏的部位之一。原因很简单，猪是杂食动物，平日生活环境中充满尘土、细菌，所有这些东西都随呼吸进入猪肺。人长期处于空污环境，还会得尘肺病呢。猪生活在圈舍里，呼吸含有氨气、灰尘的空气，其肺部往往积聚大量脏污。屠宰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猪肺上常常有黑灰色的斑点，那就是长期吸入粉尘的沉着。有兽医解剖发现，年龄大的猪指肺叶颜色灰暗，切面甚至能看到细微的沙尘。一些不良养殖场通风不良，粪便堆积，猪只长期吸入有害气体，肺部更是早已病变。这样的猪肺即使经过漂洗、发泡处理，看起来白净，其实只是表面干净而已。大量尘埃和细菌早已深入肺泡组织，是不可能用清水洗掉的。除了灰尘，猪肺还是病菌和寄生虫可能光顾的场所。如果猪在成长过程中感染了支气管炎、肺炎或肺结核等疾病，肺部常会残留病灶。结核杆菌形成的钙化结节可能潜伏在猪肺深处，人肉眼难以全部察觉。虽然目前正规屠宰检疫会淘汰明显病变的肺脏，但仍难保证所有隐患都被发现。人若是吃下带有结核病灶的猪肺，万一加热不完全，可能增加感染风险。另外，某些寄生虫如肺吸虫在猪体内也会移行至肺部，形成囊肿。如果处理不慎，囊肿破裂，释放出幼虫，将对食用者造成极大危害。更常见的是细菌污染，猪肺宰杀取出后非常容易腐败，因为肺泡残留血液和组织液为细菌繁殖提供了温床。如果猪肺从屠场到市面的冷链稍有疏忽，就可能滋生大量细菌。曾经有家庭主妇买回猪肺，发现一股恶臭，其实就是已经变质的表现。这种带菌猪肺就算煮熟也难保安全，食用后引起腹泻、肠胃炎的案例并不少见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猪肺往往也是违禁药物残留的重灾区。我们前面提到的瘦肉精，除了在猪肝肾蓄积，在猪肺中的残留也相当高。因为猪肺组织血流丰富，瘦肉精这类贝塔受体激动剂特别容易富集在肺部。一些不法商贩喜欢收购猪肺等下水廉价贩卖，结果造成多起食客中毒事件。例如2009年，广东就出现数十人因食用猪肺汤而心跳过速、血压升高，被紧急送医。最后证实就是猪肺中的瘦肉精在作祟。香港卫生部门也曾检出市售猪肺样本含有瘦肉精，紧急呼吁市民暂时不要食用猪肺、猪肝、猪肾等内脏。由此可见，一碗看似滋补的猪肺汤里，可能暗藏着让心脏狂跳的非法药物。面对这些风险，现代医师对猪肺的态度趋于谨慎。有人坦言，吃肺养肺不可取，猪肺吸入的脏东西太多，多吃恐影响健康。事实上，猪肺的营养价值也并不突出，除了蛋白质外，并无特殊成分，完全可以用其他干净的高蛋白食物替代。因此，为了您的肺和心脏健康，还是尽量少碰猪肺这道菜吧。第二种毒部位，猪大肠作为美食，肥肠的独特口感让许多人垂涎欲滴。无论红烧、卤制还是爆炒，都是餐桌上的下饭硬菜。然而，猪大肠毕竟是粪便通道，它所接触和携带的污物比猪身上任何部位都多。即使反复翻洗、搓揉，用大量生面粉和盐搓掉粘液，仍无法保证将其中的细菌和附着物完全清除。不信的话，可以回想一下处理猪大肠的过程。每次切开猪肠都会有黄色或绿褐色残渣流出，
那就是残留的食糜粪便。哪怕清水冲到看不见明显脏东西，肠壁厚厚的皱壁中可能仍残存大量细菌。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等常见致病菌本就栖身于猪的大肠内，它们对高温有一定抵抗力。如果烹调时火候不足，吃下半生不熟的肥肠，就很容易食物中毒。很多人喜欢街边的小吃，爆炒肥肠、辣味大肠，但路边摊往往为求速度，爆炒时间很短，猪肠可能尚未完全熟透，再加上街边环境卫生难以保障，这些大肠菜成为肠胃炎、细菌性痢疾的诱因也不足为奇了。猪大肠还可能带着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祸根。猪在养殖过程中常见的肠道寄生虫有猪蛔虫、鞭虫等。猪蛔虫能在猪小肠里长到20多公分，产下的卵随粪便排出，很多就粘附在肠道内壁和皱褶中。当我们处理猪大肠时，这些微小卵囊是洗不干净的。如果烹调温度不足以杀死它们，寄生虫卵进入人体肠道，在我们体内孵化长大，那场景不敢想象，轻则腹泻消瘦，重则形成肠梗阻，甚至钻入体内其他器官，造成更严重的疾病。曾有医院收治过一位试吃肥肠的患者，体内检出上百条活跃的蛔虫，导致严重的肠道阻塞和营养不良，原因正是长期食用未彻底煮熟的猪大肠所致。可以说，没煮透的肥肠就是一盘蠕动的虫卵培养皿，让人细思极恐。即便撇开细菌和寄生虫，猪大肠作为食材也属于高危高脂的一类。人们爱吃肥肠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爱那股油润香浓，殊不知这份美味来自于大肠壁上丰厚的脂肪。没错，猪的大肠，尤其是靠近末端的直肠部分，常覆盖一层厚厚的脂肪组织，这些肥油在烹调时吸足酱汁，入口软糯，令人欲罢不能。但从营养角度看，猪大肠几乎是纯脂肪炸弹，每吃一口都在摄入高量的饱和脂肪和热量。经常大快朵颐肥肠的人，血脂升高，体重增加几乎无可避免。高油高脂饮食不仅导致肥胖，更会加重心脏负担，引发血压血脂升高。更妙的是，猪大肠还富含嘌呤，在体内代谢会产生大量尿酸。一些痛风患者可能深有体会，大吃一顿肥肠后，尿酸飙升，关节肿痛，痛风发作找上门来。长此以往，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尿酸相继而至，健康哪里还顾得上？正因如此，医生们常常劝诫三高人群远离动物内脏，尤其是肥肠这类又脏又油的食物。回想一下，它本是猪排泄废物的管道，人却反过来把它当美味，实在有悖养生之道。现在终于来到榜首第一大毒部位，猪的淋巴结与甲状腺，俗称猪脖子的淋巴肉。这个部位的毒性可以说令所有专家闻之色变，甚至有比砒霜还毒的誉称。其实上面列举的几种猪内脏，如果适量食用，充分煮熟，尚且有可控风险，但唯独这淋巴肉一点都不能吃。许多国家早已明文规定，在屠宰过程中必须剔除猪的全部淋巴结、甲状腺、肾上腺等组织，不得将这些部位作为食用品流入市场。如果哪家屠宰场或肉贩敢偷偷售卖淋巴肉，在我国已经等同于贩卖有毒有害食品，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那么猪的淋巴结究竟有多毒？我们知道，淋巴结是动物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，遍布于颈部、腋下、腹股沟等连接部位，形状像灰白色的小结节。淋巴结平时负责过滤淋巴液，阻挡病原体，是吞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大本营。正因如此，淋巴结可以说是猪体内所有病毒细菌的拦截站，各种病菌、寄生虫卵、炎症产物都可能滞留在其中。打个比方，猪淋巴结就像污水处理厂的滤网，把病原体含毒素挡在那里，不让它们继续扩散。但如果我们愚蠢地把滤网拆下来吃掉，等于把所有脏东西一股脑重新吃进肚子。更要命的是，猪颈部的淋巴结附近紧挨着甲状腺，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，会产生大量甲状腺激素，俗称甲状腺素。这种激素对温度极其稳定，一般烹饪温度根本无法将其破坏。研究显示，
必须加热超过摄氏600度以上才能分解甲状腺素。显然，家庭厨房无法达到这种高温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平常烹调猪肉的温度完全杀不死甲状腺素。当人误食了含有甲状腺素的淋巴肉后，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这些激素被肠胃吸收入血，导致急性甲状腺中毒症。很多中毒者在餐后半小时到几小时内就会出现头晕、心慌、恶心呕吐，严重的心跳加速、血压飙高、大量出汗，甚至引发心律不齐和甲状腺风暴，需要立即送医抢救。过去有血脖肉毒死猫狗的说法，意思是连猫狗吃了带淋巴的猪脖子肉都受不了剧毒而死亡。对人体来说，虽不致立即丧命，但其毒性绝不可等闲视之。民间将之形容为毒过砒霜，其实并非夸张渲染砒霜，主要成分是3氧化二砷，小剂量慢性摄入会致癌。而甲状腺素中毒则是直接搅乱整个身体的内分泌平衡，短时间就可能引发致命性心血管意外。如果问专业医师哪种食物绝对不能碰，猪淋巴肉几乎榜上必有其名。既然如此，毒为何还会有人吃到猪淋巴结呢？问题就在于不法商家的黑心牟利。正常情况下，正规屠宰场在分割猪肉时都会进行去三线，也就是切除淋巴结、甲状腺、肾上腺3个部位，确保上市的肉品不含这些东西。然而，一些黑心肉贩为了节省人工和提高出肉率，往往省略这道工序，特别是猪颈部位肥瘦相间，肉质鲜美，台湾俗称松板猪肉，大陆叫槽头肉，本来是很受欢迎的部位，如果完全剔除淋巴结和甲状腺，会减少不少重量，黑心商家便干脆不切干净，就这样把含有淋巴的颈肉卖给毫不知情的消费者。还有更过分的，就是将这些本应销毁的垃圾肉偷偷掺进肉馅或制成香肠腊肉，一来缴税后消费者根本吃不出异样，二来也方便逃避监管。有些不法小作坊专门收购廉价的含淋巴碎肉，制成肉丸、饺子馅、腊肠等产品牟利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您在市场上不直接买猪脖子肉，仍有可能在各种加工肉食品中中招，这才是淋巴肉最可怕之处，防不胜防。近年来，围绕淋巴肉的食品安全事件屡见不鲜，几乎每年都有曝光案例。2018年，某农贸市场多家猪肉摊被发现销售带大量灰白色小结节的问题，猪肉经检验，那些结节就是未摘除的淋巴结。2019年，一家连锁餐饮企业被举报使用廉价含淋巴的猪肉做原料，调查证实该企业为降低成本购进问题肉菜品中混入了淋巴组织。2020年，多地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冷冻肉库时，查获不少槽头肉、猪头颈部位、肉冷冻品，解冻后发现肉块布满淋巴结，触目惊心，随即全数查封销毁。2021年更发生轰动全国的梅菜扣肉罐头事件，一家知名食品公司生产的罐装梅菜扣肉，被消费者发现肉块中夹带许多圆形白色硬块，经曝光后调查，这些硬块正是猪淋巴结，负责人声称生产线管理疏忽，但大众哪能接受连罐头大厂都发生如此离谱的问题，让人如何放心？事件曝光后，公司迅速下架召回产品，并公开致歉，可谓代价惨重。这一桩桩案例无不提醒我们，尽管法律严禁，淋巴肉仍可能以各种隐蔽形式流向餐桌。我们普通消费者一定要长个心眼，提高警惕，购买猪肉时要选择信誉好的正规渠道，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私宰肉，特别是猪颈肉、猪头肉这些部位，购买时务必要仔细查看肉质中是否可见灰白色、黄豆大小的可疑结节。如果看到类似淋巴结的东西，千万别买，已经买回家的一经发现立刻丢弃。另外，像五花肉、前腿这些部位，有时也可能残留细小淋巴结，虽然量不多，但也要当心挑出，做到这些，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把砒霜端上自家餐桌。综合来说，以上这6个猪的部位，猪脑、猪肝、猪肾、猪肺、猪大肠以及猪的淋巴结、甲状腺可谓各怀剧毒。它们有的是胆固醇炸弹，使人血管堵塞、高血压、高血脂上升；有的是重金属容器，
日积月累损害肝肾功能，甚至诱发癌症。有的是细菌寄生虫温床，稍有不慎就让人感染疾病，还有的含有强效激素和毒素，入口即可能造成急性中毒。长期食用这些部位的人，往往身体隐患重重。难怪有人感叹，常吃猪下水，三高跟着来，更有甚者，癌症肿瘤也找上门。事实的确如此，当我们摄入大量有害物质，身体免疫力就会下降，细胞经受持续的刺激与伤害，变异成癌的几率大大增加。反观那些养生长寿之人，他们往往对饮食格外讲究，猪的这些部位要么严格限量，要么干脆不碰。他们深知美食固然诱人，但健康更为重要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猪的这些部位岂非很多传统美食的原料，难道真的一口都不能吃了吗？其实饮食讲究的是适度和科学，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杜绝一切猪内脏，但必须认清风险，掌握方法。除了淋巴肉这种明令禁止的剧毒部位绝对不能食用外，像猪肝、猪腰这类高风险内脏最好少吃慎吃。如果实在嘴馋想解解馋，一定要选择新鲜可靠的来源，仔细清洗干净并完全煮熟煮透，将潜在的病菌寄生虫杀灭，同时严格控制频率和摄入量，例如每周一次，每次不超过几十克，避免长期累积危害。更关键的是，中老年人、有三高或慢性病的人应尽量远离这些食品，毕竟这些人群本身代谢和排毒能力较弱，更经不起额外的有害负担。对于喜爱猪肉的朋友，不妨多选择瘦肉或安全部位，例如里脊肉、梅花肉、腿肉等，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相对安全。说到底，饮食安全和健康长寿从来都离不开一个慎字。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告诫后人，病从口入，入口的食物稍不注意就可能变成祸患。回望我们列举的这些猪的剧毒部位，哪一样不是因贪图一时美味而埋下健康雷？也许年轻时毫无感觉，但到了中年以后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心脏病、肾病，甚至恶性肿瘤，可能就会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在体内滋长。而当症状出现时，再后悔当初没管住嘴，往往已经晚了。现在您已经了解了猪身上最毒的这几个角落，它们美味的假面具下隐藏着怎样的杀机。是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远离这些致命的诱惑，别再让味蕾牵着鼻子走，适可而止，取舍有度，才能真正享受长久的美好人生。请记住，餐桌上一时的口腹之欢，绝不值得拿余生的健康做赌注。如果您身边还有人对猪的这些部位情有独钟，请务必将这些知识告诉他们，让我们一起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用行动赶走病魔。从现在开始，拒绝舌尖上的慢性毒药，还自己一个没有三高、远离癌症的未来。生命诚可贵，美食价更高，若为健康故，二者皆可抛。愿每一位读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吃得开心，吃得安心，也吃得长久。